So we've got the well done Svalbard burger here with the aioli, and also this is the Svalbard burger. Sorry. Yeah, just need to double check, and this is the devil burger. 端上斯瓦尔巴汉堡和客人亲切互动，他是世界最北城市朗伊尔市里的唯一台湾人方玉和。这个是有蛋白的酒，会做一个 double shake。来到北极，当了 bartender 才学会调酒，仅仅1年就当上了餐厅里的主管。同时，来自世界各地，大家会选择到北极生活，都有冒险性格，相处得来，但也经历了不少磨合。我们现在里面有俄罗斯人、跟挪威人，还有菲律宾人。那厨房里面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的主厨、波兰人跟芬兰人，对，所以就是一个很相处起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对，然后我们虽然有个挪威人啊，但其实大家都是外国人，所以会比较了解彼此的在这边生活的一些难处或什么之类的吧。工作的态度或习惯上不会有打到这种。偶尔会有一些，因为大家可能以前工作的环境，像我觉得在台湾就是会比较就是分秒必争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会尽量让自己快一点。可是像有些同事就比较慢悠悠的，然后就会觉得啊，请你快一点。方玉和最初到挪威是为了念书，毕业后想留下来，同学推荐他到斯瓦尔巴，在这里外国人无需签证，要找到工作也不算太难，于是开启了方玉和的北极奇幻之旅。光是大自然和天气现象，1年的时间，他就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差异。我觉得全球暖化或者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在斯瓦尔巴可以看到。19度是对什么时候的事情？大概就1个月前。1个月前，非常非常热。现在8月是7月多的时候。对，7月多的时候，就是有将近20度。对，将近20度。对，所以像这些草皮覆盖，就是比较少见的。对，跟去年相比，那个差别我觉得是很大的。我们到访的时间遇上了斯瓦尔巴几乎最热的时候，在北极甚至会热到流汗。对于天气的影响，方玉和感受特别深，因为采访前几天，一场暴雨让朗伊尔城的自来水夹带了大量被雨水冲刷的黄土泥沙，供水系统被迫暂停运作。其实这边很不常下雨，那有时候下周也是毛毛雨，然后不会到真的有很大的雨滴。但是今年就在前几天，那个下的是倾盆大雨，就有点像台风雨的那一种，所以也是我去年没有体验到的一个天气的现象。这样，然后很多当地人他们住很久，其实也说这个很少见。在北极圈待久了，方玉和也被问到不少有趣的都市传说，像是朗伊尔市禁止人类的生与死，也就是说，年长者和产妇被鼓励回到挪威本土或是自己的故乡颐养天年和待产。对远在台湾的我们而言，可能无法理解，但其实当地政府是有科学考量的。其实我自己很常跟别人讲，就是说阎王要收你拦都拦不住，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去禁止是不是有人在这里出生或死亡。对，那这边只是说不建议。那后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先讲死亡的部分好了，因为其实 Svalbard 这边是北极圈内，所以有永冻土。那每一年在融化、在结冰的过程之中，它会把那个埋在地里面的东西往上推，所以就曾经有这边棺材浮出地面的这个问题。那科学家也曾经在这些遗体里面有验到活的病毒。再说生的部分，因为这边的医院其实规模不是很大，那如果今天有胎儿或者产妇出现一些比较危急的状况的时候，这边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去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个远离现代化都市的极北国度，生与死都不容易，反倒是生活惬意多了。在当地没有太多娱乐，许多人下了班就往酒吧跑，或是买了酒回家消磨时间。不过在朗伊尔市买酒可是有限制的，就是在酒吧或者是餐厅消费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如果要在酒专门店去买烈酒跟啤酒的话是有限制一定的数量。
现在的话，它是有一个酒卡的制度。那这个酒卡的话，就是它上面第一个写的是啤酒，下面这里是烈酒，然后还有一些加烈酒，就是说 port wine 之类的。那啤酒的话，每个月是有，因为它是上面有3个洞可以去打，那每个洞代表是6罐。然后烈酒的话是1个月有2公升。酒卡的制度起源于早期的挖矿年代，矿场主人不希望自己的矿工喝酒影响挖矿的进度和安全，因此限制数量，就这么延续到了现在，反倒成了地方特色。回到家的方玉和最常做的就是自己煮碗面，调味酱料用的还是台湾味。简简单单的傻瓜干面就已经相当满足。他偶尔会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珍惜来自不同国家的友谊，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只是过客。这里的人都不会待很长时间，能够待到2、3年的都不多了。然后就是你要在这里交到朋友，然后可以很长期的维持友谊，然后可是到某个时间他们就离开，所以就是你要一直经历这个人不断来不断去的过程。与其说要耐得住寂寞，不如说就是你要一直去接受这个动荡的过程，然后你要很能跟自己相处，然后你要在这个动荡里面找到自己的平静。方玉和总笑着说自己是台湾驻北极代表处，会在北极待多久还没有仔细想过，至少在我们采访的当下，他还很享受在这个远得要命的王国快速变化的每一天。